大家好，我是龚一敏，又见面了。之前几期介绍的都是大大小小的装置，但真正使用它们的，或者因为它们的发明而受益的，还是船上的成员。星际迷航中出现很多不同的文明，每个文明都有其独特的特点、文化和背景，每个文明也都有自己的星舰。人类的星舰，船员大部分是人类。随着时间的发展，其他文明的成员也越来越多。TOS 时代的敌人 Klingon 之后化敌为友，在 TNG 时代也有在联邦星舰上服役的。联邦星舰上的多样性程度很高，船员涵盖各个职业和岗位，共同协作，以确保星舰的运转。虽然船员有各种各样，但星舰上有标准的大气构成，温度、湿度、重力等等，由环境控制系统保持。有些种族并不能呼吸氧气，需要佩戴额外的设备来辅助。除了自然的生命形式，还有一类特别的人造生命形式，比如 Data 这样的 Android 人形机器人。它的设计目标之一是尽量像人，可以学习、思考，在反应速度和智力方面显著超过人。但 TNG 里 Data 一直缺乏情感和直觉，很多剧情都是关于他试图体验人类的情感，弄巧成拙的情况。后来得到情感芯片后终于完整了。它的骨架主要成分是 Duranium，非常结实，它的计算能力有每秒60T 次操作，存储空间100PB， 在90年代已经认为这是无穷大了，但现在看来其实也还好。NVIDIA 的 RTX 4090单精度浮点甚至可以超过每秒70T 次操作。这个电脑不是电子的，是正电子脑。这个概念不但出现于星际迷航，也同样出现于阿西莫夫的作品。有一集 Data 还制造了一个和自己同样结构的 Android 的女儿Lau， 因为一些 bug， 居然就获得了情感的能力，但很快就因为故障挂了。实际上，如果有那样的计算能力和机器人控制技术，早该有大量相对简单的人形机器人在舰上做事情。没这么设计的原因还是预算不够。让人演多便宜啊，做道具演人形机器人贵，所以设定就写成了尊重人性，尽量用人。但是到了 DIS，预算上去了，就打破设定了。舰上出现大量机器人，一刻不停地做舰船的维护工作，还能在战斗过程中到外壳上进行焊接修补。Data 这样的 Android 目标是模仿人，而不是超越人。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个电视剧叫 Almost Human， 那里面对 Android 的设定是集成了多种设备，比如手上有起搏器，嗓门就是大喇叭，舌头可以验血，成为远超过人类的机器人。VOY 里更是让全息人物来工作，连物理实体都不需要了。不管是哪个文明的船员，服役的时候装备都是标配的，他们手里经常拿着一个多功能的设备，叫做 Tricorder 三路仪。这东西就像一个万能工具，可以接收各种信号，也可以发射各种信号。Tricorder 常用于各种扫描，如生命体扫描、能量扫描、成分分析等，以获得周围环境的信息。Tricorder 上面有屏幕，能直接显示结果，也可以进行无线通讯，与其他设备或星舰共享数据和信息。Tricorder 还有很多类型，科学 Tricorder 用于科学研究，医疗 Tricorder 用来诊断疾病，工程 Tricorder 用于检查和修复设备。Tricorder 很小很便携，船员可以随身携带，方便在不同环境中使用。但别看体积小，它不但能扫描全频谱电磁波，还能扫描中微子。目前的中微子探测器还是超级巨大，比如广东江门的地下中微子实验观测站，直径35.4米。主要因为中微子只受引力和弱合力的影响，而中微子的质量近乎于零，弱合力作用范围特别短，结果中微子可以在几乎不受阻碍的情况下穿过物体，这就会需要巨大无比的探测器，才能检测到中微子偶然和其他原子碰撞产生的其他粒子。Tricorder 里另一个比较现实的功能是生命探测器，现在已经广泛应用于地震搜救、海关检测之类的地方。但因为时代限制，那个年代的编剧能想到 Tricorder 的全频谱扫描，但却想不到可以用 Tricorder 来拍照。在剧中拍照需要特别的成像设备，全画幅单反那么大，也就到了 ENT 才提到带有成像感应器的 Tricorder。 Does that thing have imaging sensors? Yes.
Take all the pictures you can. 实际上，可见光也在电磁波谱内，没理由能扫描全频谱，却不能拍照。同样，编剧能想到用 tricorder 来往其他设备传输数据，却想不到可以用 tricorder 来通话。通话要单独的通讯器。实际上，语音通话也可以走数据通道，没理由能传输数据却不能通话。说到通讯器 ，TOS 里的通讯器是折叠式的，只能免提使用，带有语音拨号功能。虽然看起来很愚蠢，但 Martin Cooper 就是受到《星际迷航》里通讯器的启发才发明的手机。在舰船内的通讯器就更愚蠢了，不用手持，而是用集成到墙上的，需要走到墙上的通讯器前按按钮接听。思路还停留在60年代舰船上的通讯器。到了 TNG 时代，通讯器就集成到胸前的徽章里，拍一下就能开始通话。船员还有数字助理的设备，称为 PADD。这个东西不但名字像现在的平板，外观和功能也像，有按键的版本、触摸屏的版本，后来还有全息的版本，可以用键盘输入、手写输入和语音输入，还能发短信。有些船员因为身体原因需要额外的设备来辅助，最出名的莫过于 Geordi 的 Visor。Geordi 一出生就是盲人， Visor 把接收到的信号直接接入神经，产生视觉，他因此看到的范围远超过可见光，从热辐射到无线电信号到可见光都能看到。原先是个眼罩形状的东西，到后来就变成隐形眼镜那样。船上那么多种族，在航行过程中还会遇到更多的种族，他们之间怎么交流？在 TOS 第1季出现的各个种族都是说英语，到第2季才提到了宇宙翻译器的存在。这个东西是通过脑波识别来翻译的，不是通过语言的翻译，所以是一张口就能翻，没有延迟。使用者听到对方说的就是自己的语言。这是 ENT 时代 Enterprise 的通讯官佐藤发明的，当时称为翻译矩阵，表达一个词到另一个词之间的转换。当出现新语言的时候，也会出现翻译不了的情况，需要持续输入，让 AI 把矩阵填上，才能逐渐完成翻译。现实中的自动翻译也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已经不是逐字逐句按意思翻译的路子，而是靠大量训练数据，根据统计来自动找到关联，所以有时候会得到啼笑皆非的结果。ChatGPT 的 Transformer 模型原先也是因为 AI 翻译而提出来的。TOS 的宇宙翻译器还比较大，是船上的一个组件，但是 DIS 里破坏了设定，把翻译器集成到通讯器里使用。到 TNG， 翻译器已经小到可以集成到徽章里。在电影第1部，他们才发明了 Klingon 的语言，并逐步变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人造语言，在现实和别的作品中也有使用。George呗。Ach, ne, Penny。这是呗。当然，船员的生活不总是一帆风顺，也有生病和受伤的时候。虽然整艘船甚至整个星球都有 ICU 级别的空气层流技术，把细菌和病毒尽可能过滤掉，再加上各种强大的疫苗，生病的概率已经很低，但架不住总是有新毛病的出现。医务室一直都是 Star Trek 很多剧情的发生场景，医疗官也一直是主要角色。医疗人员有特别的医用 tricorder， 可以通过扫描来获得病人里里外外的信息，不用巨大的 CT、MRI 这样的设备。在 ENT 里的医生 Flux 经常用一些生物疗法，医务室里充满了各种外星生物，还有些放射疗法的设备。后来基本都用注射的形式搞定一切。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东西是无针头注射器，几乎每次都会出现。这个东西可以隔着衣服和皮肤把药剂注射进去，没有疼痛，不会流血，也不会留下针孔。上面甚至有微型的医用复制机，可以产生需要的各种药剂。现实中已经有类似的注射器，称为喷气式注射器，用高压产生很细的液体束进行皮下注射，不会破坏皮肤。比如糖尿病患者经常需要注射胰岛素，愈合能力又比较差，就有用这种喷气式注射器的。更高级的文明，比如 Borg， 用称为纳米探针的微型机器人来解决大部分问题。Borg 的血液里有大量纳米探针，就像红细胞一样，可以通过编程让纳米探针执行特定任务。同化靠它们，治疗靠它们，合成新部件也靠它们。
Seven of Nine 曾经用修改过的纳米探针救活了已经死亡18小时的 Neelix。现实中的纳米机器人正在起步，主要目标也是医疗，可以识别和摧毁癌细胞。未来纳米技术的进步会在这方面带来更多的发展，分子级的组装都有可能做到。我们把《星际迷航》里的星舰里里外外的技术都过了一遍，本系列先到此为止，以后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会另开一些番外篇。下一期我们来看看一些不一样的主题，欢迎继续收看，再见。Space, the final frontier. These are the voyages of the starship Enterprise. Her ongoing mission, to explore strange new worlds, to seek out new life forms and new civilizations, to boldly go where no one has gone before.